冰箱上的温控开关，很多人都调反了，不仅更耗电，还容易结冰。上面的数字从0到7，数字越大，它的制冷效果就越好；数字越小，它的制冷效果就会越差。但是很多人都认为夏天的时候都把它调到5到6档，因为外面的温度很高，它始终都达不到你所设定的温度，所以冰箱它就会一直在工作。那么夏天正确的调节方法应该是调到2到3档，冰箱就不会频繁启动，它也不会费电。冬天的时候，很多人把这个数字调得太大了，冰箱里面的温度就会更低，那么蔬菜就会冻坏。所以很多人冬天都调到了1到2档，觉得这个温度最合适。其实这种调节方法都是错误的，那么正确的调节方法应该是夏天的时候调到2到3档，这样的冰箱就不会频繁的启动，而且也非常省电。那么春秋季节的时候一般都是调到3到4档，冬天的时候呢要调的低一点，所以要调到5到6档。因为冬天的时候室内温度特别低，如果你把温度调高了，冰箱是不会启动的，所以调到5到6档，它的保鲜效果更好，还特别省电。今天我们来修一台冰箱，客户说这个冰箱呢是通上电后呢，压缩机转个几秒钟就停了。现在咱们把这个电给它再插上，看一下它的症状。通上电后停，现在压缩机已经启动了。是有声音的是吧？对，是有声音的。但是呢，等我来的时候测试你看测试了有半分钟了也没有停，先给它断了电来检查一下。现在像这种压缩机启动一会儿就停，像这种情况呢，一般都是这个压缩机上面的启动器有问题了后会出现这种情况，或者是压缩机有问题了。先来检测一下是不是启动器的问题。这启动器呢就在这个压缩机它旁边这个小黑盒里面，先把这个盒给它打开。然后看这个东西呢，就是启动器，先给它撬下来，就是这个，把这线拔掉。启动器？对，这个就是启动器。对，我们看，从外观上看着是没问题的，然后用温表来测量一下，看一下它是不是坏掉了。测量的时候呢，先把温表调到200欧的单位，然后我们来测试一下看它到底是不是它坏掉了。像这个启动器，它的阻值呢，一般都是在20多欧、30欧之间。看啊，这个阻值看到明显是偏大的。现在是130欧、133欧。说明这个阻值太大了，应该就是这个坏了。咱们把它拆开来看一下，这个一般都是坏了，能看出来。抠开外壳，看一下这个内部啊，都已经都烧坏了。现在更换个启动器来试一下，应该就没问题了。找了个新的，然后呢，把这个给它安装上。这个上面呢就一条线，就一个插头，还是换还是比较方便的。好，换上以后，然后呢，再充上电来试一下。现在是启动的状态。对。接下来测试一下，应该就没问题了。今天咱们修一台美菱的冰箱，它的问题呢，客户说是不制冷，但是呢，拉到我店里边来以后啊，测试的时候，制冷是一切正常的，但是呢，它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冰箱呢，就是不停机，给它充上电后啊，它就一直运行，运行多长时间呢，它都是不停。冷藏时呢，这个温度呢都达到零下多少度了，它也不带停的。像这种情况呢，一般呢都是让客户买个这样的外置温控器就行了。但是呢，咱呢为了稍微多赚点钱是吧？卖个这玩意儿也挣不了多少钱是吧？尽量呢还是把它给修好。首先呢，我已经把这个冷藏室和冷冻室都拆开了，用温表先来测量一下冷藏室的这个温度感温头，测量一下看它的阻值正常不正常。它这个是个2K 的。看一下我们测量的时候，它是 4.14K， 不过这也是正常的。它是根据温度的变化，它的阻值有所变化的。我这儿呢温度比较低，所以说呢测量的阻值它也偏大。这个感温头它是个没问题的，是个好的。然后呢，接下来再看一下冷冻室还有一个感温头，我们看一下就在这个管的这边这个位置。
这个感应头呢，我已经测过了，它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对于不会维修的朋友来说，如果还想省钱，不想让师傅维修，最简单的方法呢，就是用这个外置的温控器。用它的时候呢，首先把冰箱上面的这个温度、冷藏和冷冻都给它调到最大，然后呢，把冰箱的插头插在这个插孔上面，这个插孔呢插在家里边的电源插座上面就行了。使用起来非常简单，而且最主要是省钱。不过呢，对于我一个维修师傅来说，我需要把这个冰箱必须把它给修好。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冰箱它的后面，在它的后面这个位置呢，下面是压缩机，然后这个上面呢，看一下这儿有个塑料盒，把这个盒拆开，这里面呢还有一块电路板。压缩机不停机，肯定这块板子有问题，咱们把它给拆开来检查一下。拆开以后，咱们看一下这块板子上面这个黑色的是一个继电器，咱们呢现在给它通上电，听一下这个继电器有没有细核的声音。现在开始通电。OK， 已经通上电了，压缩机呢现在已经开始运行了，但是呢并没有听到继电器上面有咔嗒一声细核的声音。现在咱们再把这个电源给它拔掉，听一下这个继电器有没有分离开的声音。还是没有任何声音。像这种问题我怀疑是继电器内部粘连了。咱们现在把这个板给它拆开，来检查一下是不是这个继电器的问题。好，咱们看一下这个呢就是继电器，在它的背面咱们看一下它有几个引脚，是有4个引脚，这2个这边还有2个，4个引脚，这2个是控制引脚，然后这2个呢是2班的截止导通的2个触点。咱们测量一下这2个触点，看一下有没有粘连在一起。用腕表风鸣档测量一下，听，已经导通了是吧？它内部就是粘连了。磕几下再试试，看能不能分开。听一下，现在没有声音了是吧？粘连的部分已经又分开了。它这个问题呢，就是这个继电器坏了。咱们把这个拆下来，换个继电器来测试一下，看一下这个冰箱能不能修好。同样的继电器型号我没有找着，这个是拆下来的旧的，然后我装了一个小的，临时先测试一下，看一下这个冰箱的问题能不能解决。OK 现在测试的时候已经没问题了，温度正常，也可以停机。到最后呢，把这个再安装起来就行了。还有这边这个板子也一样，都给它安装起来。家里的冰箱总是反反复复的结冰怎么办呢？很多人遇到这种问题都比较头疼。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彻底解决的好方法，从此以后让你的冰箱永远不会再结冰。你看这台冰箱前几天客户已经清理干净了，但是呢过了没有几天，你看又结了这么多的冰，非常多用手抠呢这个冰也是抠不掉的。冰箱结冰的原因呢，就是我们来看一下这台冰箱首先呢，我们先把这个冰箱这个门给它先关上。我们来看一下关好以后，然后呢用手再轻轻的拉一下这个门，你看很轻松就把它拉开了，一点细合力都没有，太轻松了。像这种冰箱这个里边结冰的原因呢，就是说明门里边这个密封条，就是周围这一圈密封条它老化然后发硬磁性变小了，然后密封性也弱了所以冰箱才会结冰。用手按一下，你看还是比较硬的。像这种问题呢，我们可以把这个密封圈给它拆下来。拆的时候呢，这个密封圈是卡在这个门上面的，里面有卡槽，我们就这样找一个角的位置把它抠出来，然后呢就这样一拔就掉了。你看很轻松就可以把它拆下来。拆下来之后，然后呢我们把这个密封条给它处理一下，就可以彻底的解决问题。在给它处理之前呢，首先呢先把冰箱里边这个冰给它清理干净。清理的时候呢，首先呢找一块布放在冰箱里面，然后呢准备一个不锈钢盆，里面弄上热水。你看里边水都弄好了，然后呢我们把它放进去，把这个门给它关上。关上以后呢，过一会儿里边的冰呢它就会自动融化。现在呢我们就处理密封圈，在处理之前弄点70度的热水，然后呢把这个旧密封圈给它放在热水里面给它泡一下。客户说这个密封圈时间太长了，他说要换个新的，这个新的我已经给他拿过来了。这个新的在安装的时候也是一样，它和旧的处理方法都是一样的，必须给它弄到70度里边的热水里面，给它浸泡一下，给它泡得软一些，泡得越软它的磁性就越大，
它的吸合能力就越大，这样的密封性会更好。就这样呢，我们先给它泡起来，大概给它泡个10分钟左右就可以了。然后呢，这个时间我们把这个冰箱门打开，你看一下里边这个冰啊，我们给它清理一下，拿出这个热水，然后呢，你看这个冰马上就要掉了，你看，现在这个热水还比较少，温度有点低，不过也没关系，你看上面的冰啊，就这样用手轻轻的一抠，掉，都是大块的，冰就抠下来了。我们先把冰箱里边这些冰都给它清理干净，清理完了以后，然后呢用吹风机给它吹一下，给它擦一下，用抹布给它清理干净。然后呢从水里面捞出密封圈，用吹风机也是一样，给它清理干净，吹干。吹干了之后，然后再给它安装到这个槽里面就可以了。安装好了以后呢，然后接下来用吹头发用的吹风机给这个密封圈周围一圈都给它加下热，给它吹一下。让它稍微热点，越热它的吸合力就越强，然后它的密封效果就越好。然后呢，我们把门关上来测试一下，看一下吸合力怎么样。新安装的时候呢，它的磁性是比较小的，不大，这个没有关系啊。主要呢看一下这个侧面，看一下有没有缝隙。我们来看都是没有问题的啊，一圈都没有缝隙的时候，就可以了。到最后呢，把这个门用胶带给它粘起来，24小时过后，密封圈磁性就会非常大。而且它的密封性也非常的好，到时候把它拆开用就可以了。经过这样处理完后，冰箱以后再也不会结冰了。家里的冰箱老是结冰怎么办呢？客户啊清理完以后，过几天又全是冰。你看这个冷冻室下边这一大片全是冰块，非常的厚。这是客户啊刚清理完没几天又成这个样子了。这个冰箱我们来看，右侧是冷藏室，左侧是冷冻室。冷冻室啊结冰非常的严重。今天给大家来分享一下彻底从根本上解决的一个方法。首先我们看啊，这个冰啊是从上面这个流下来的水啊，然后遇冷变成的冰。我们首先处理的时候呢，先把上边这个塑料壳，就这个后盖后边这个挡板给它先拆下来。这个上面呢有2个隐藏的螺丝，我们先把这2个塑料盖给它抠下来。你看这里边就是螺丝，拆下螺丝以后，然后呢把这个塑料盖给它抠下来。抠下来以后呢，你看后边这是有个风扇，先把这个风扇这个线给它拔掉，也给它拿下来。接下来呢，把后边这个塑料板就这样可以把它给抠出来。拆开以后呢，我们看冰箱内部啊就是这个样子的。这个冰箱这个结冰啊，它原因你看到没有？这儿有个排水孔。当这个冰箱在停机的时候啊，上面它这些冰就会化成水以后，就会从这个排水孔给流出去。当这个排水孔啊，你看堵住了以后，这个水呢就从外边淤出来了。淤到这儿以后，然后冰箱一工作的时候，温度比较低，它就会冻成冰。它的根本原因呢，都是你看这个排水孔这儿堵住了，你看这儿堵了个什么东西啊？但是呢，这儿有冰，已经都给它粘上了，抠不下来。我们找一个家里的吹头发用的吹风机，给它加下热，吹一下，把这一块吹融化了以后，才能把这个东西啊堵的东西才能给它拿下来。你看我们加完热以后啊，你看上面不停的往下面滴水啊。当把这个水槽滴满了以后呢，它就会水啊就直接流到冰箱的内部，然后一遇冷啊它就会结冰。把冰都处理完以后，我们把这个脏东西拿出来。我们看这是一个好像就是发泡胶，冰箱在制作的时候发泡留下的这个东西，不知道为什么会在这儿。然后呢，把这个接水槽给它拿下来，拿出来以后可以看到这里边啊是排水孔，然后这边呢还有很多的水没有排出去，这个口这儿呢全是冰，这儿呢还正在堵着，需要用吹风机再给它加热一下，然后用冰箱疏通排水孔的这个小东西啊给它清理一下，塞到这个排水孔里面，把里面的脏东西都给它清理出来。像冰箱的冷藏室也可以用这种方法给它清理一下排水孔，清理完以后呢，排水会更加的流畅，以后就不会再结冰了。到最后呢，用点热水，然后冲一下这管道，来看一下流水，你看非常的流畅是吧？一点也不存水了。到最后我们把这个壳给它安装起来，这台冰箱就彻底修好了，以后呢再也不会结冰了。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分享视频，就是我们修冰箱修好以后啊，我们需要给它加氟是吧？这个视频就给大家分享一下加氟的过程，它具体需要怎么操作。然后加氟我们第一步首先呢，先要给它抽真空是吧？这是连好以后，这是个真空泵，我们先打开开关，先抽真空。这个抽真空大概就是抽个10来分钟就可以了。我们先给它抽上，然后把阀门打开。现在已经冲了10分钟了，我们把这个阀门关死。关好以后，我们把真空泵关掉，
然后把这个管拧下来。这个冰箱用的是600A 的制冷剂，我们把这管连在这个加氟罐上面。抽完真空以后，我们看一下这个压力表，它是负压，它是负0.1，我们给它加氟加到正0.1，往上一点就可以了。然后我们先把这个罐的这个开关阀门打开，打开阀门以后，我现在加的是液体，加液体的话，我们压缩机是在停机的状态下加。我们先给这个管给它排一下空气，然后我们就开始拧开阀门给它加压，加到0.1往上就可以了。好，现在就可以先关掉。现在这个量肯定是不够的，然后我们在启动压缩机的时候，然后在不够的情况下，接着再往里面加氟。我们过个大概1分钟吧，然后再启动压缩机。现在刚加进去氟，先不要启动的，如果启动的话，有可能会损坏压缩机的阀片。我们需要过个1分钟之后，然后再启动压缩机。好，现在已经过去一会儿了，我们把压缩机的电给它通上。通上电，压缩机启动以后，我们看一下这个压力，它是不断的在下降。因为这个600A 的压缩机，它工作的时候它是负压，所以说这个压力一直在往下边降。冰箱加氟，它加多了加少了，它对它的制冷效果都不太好。我们怎么判断出这个冰箱加氟加的正合适？我们可以从这个回气管这个外观这儿，冰箱开2个小时以后，我们如果看到这儿有这个卤水，就这儿有小水珠，有卤水，或者是摸得特别凉，这就证明这个氟已经加好了。如果发现不算太凉，就证明氟少。如果出现这个结霜，就证明氟加的太多了，我们就需要往外边再抽点氟。这个氟呢，我们不能放氟的时候不能直接把这阀门打开，因为这个压缩机在工作的状态它是负压，你把这个阀门打开以后，空气就会直接进到压缩机里面，所以说我们只能用这个真空泵往外抽。刚才我们给这台冰箱加的氟，它肯定是不够的，然后我们需要一点点的给它加，要多摸这个回气管，要多观察。这个加氟本来就是一个慢活，不要太着急。现在这个高压管摸着是有点烫手了，它是热的，热的就是正常的，就证明内部的管路它都是畅通的。如果开机以后压缩机转一会儿，这个高压管热一下，热一会儿，然后就立马凉了，它肯定是有堵的地方。600A 的压缩机加完氟以后，我们给它把插销断电过1个小时以后，我们用封口钳在这儿封2道，然后再给它焊死。不能在开机状态下封，这样的话会有危险，因为在工作的情况下这儿是负压，如果封口钳封的不死的情况下，有可能在焊接的时候这个火焰会吸入到机器里面，所以说一定要记住，在关机1个小时之后我们再给它封口。冰箱如何加氟以及注意事项给大家已经分享完了，我们下期再见。很多人都不会调冰箱上面这个温度，如果调错了，冰箱容易结冰，耗电量增加，还会减少冰箱的使用寿命。上面的数字是从0到7，一共7个温度调节单位。0档是停机，也就是停止制冷；1档是最弱的，制冷效果最差；7档是最强的，制冷效果最好。那么对于这个调节旋钮，我们正确的方法是怎么调节呢？这个就需要对于不同的季节对温度的需求就不一样了。夏天的时候温度高，冰箱的内部温度就会受到影响。正确的调节温度可以节省用电量，还可以有效的延长冰箱的使用寿命。所以夏天的时候，这个温度调节旋钮把它调到2到3档即可。如果调到3格以上，冰箱压缩机就会频繁启动，这样不仅耗电量增加，而且还会缩短冰箱的使用寿命。而春秋季节温度适中，只需要调到3、4档即可。到了冬天以后温度呢比较低，如果冰箱还是处于3档以下，
冰箱内部的温度就会和家里的室温相接近，那么冰箱的压缩机就会减少启动，这样冷冻室的温度就达不到零下18摄氏度，这样一来食物就容易变质。所以冬天的时候，我们应该把温度调节到5到6档即可。调节冰箱温度的原理就是根据不同的季节来调节，尽量减少室内温度与冰箱内部的温差，让冰箱压缩机减少负荷工作，这样一来省电又节能，也不会减少冰箱的使用寿命，反而还可以有效的增加冰箱的使用寿命。调节方法呢，通俗一点来说，就是夏天天气热，冰箱的温度就要调到最高，也就是2到3档。春秋温度适中，冰箱的温度就要调到3到4档。冬天比较冷，冰箱的温度也相对要调得更低，也就是5到6档。冬天的时候还有一个重点，就是当室内的温度和冰箱冷冻室的温度相差太小的时候，冰箱是不会工作的。所以在冰箱冷藏室如果有这种开关的情况下呢，要把这个开关打开。这个开关呢，它是一个温度补偿开关，如果不打开呢，冰箱它是不会启动，不会工作的。平时使用冰箱除了调节温度以外，也要注意以下几点。第一，要定时清理冷藏室和冷冻室的冰霜，挂霜太厚会产生很大的热阻，影响冷热交换，导致冰箱制冷效果差，耗电量增多。第二，食物存放不要过多，方便冷气对流，保持冰箱温度均衡。第三，减少开冰箱门的次数和开门时间。以上几点大家都记住了吗？欢迎点赞转发加关注，我们下期再见。在家里的冰箱里面放一枚硬币，关键时刻可以保命。不相信的朋友们看完这视频以后就知道这枚硬币的重要作用了。很多朋友呢经常不在家，或者是出去旅行，或者是出差之类的，就是一出门10来天半个月或者时间更长。但是呢在这段时间里面，家里呢有没有停电不知道是吧？如果家里停电的情况下，停的时间长了以后呢，我们冻在冰箱里的这些食物啊，就有可能它就会坏掉。当再来电的时候，它们就又会冻起来。所以呢，我们出差回到家以后，拉开冰箱，看着这些食物还都是冻得好好的，也不会闻出来里面有什么味道。像这种情况，如果变质的一些食物，我们把它给吃掉之后呢，就会对人体有一个很大的危害。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呢，其实呢，我们只需要一个硬币就可以把它放在冰箱里面，就可以判断家里的冰箱到底有没有停电，它到底这些食物有没有问题，我们通过它就可以知道了。这个方法呢非常简单，今天视频呢就给大家来分享一下。首先呢，我们就是用一个硬币，然后呢再准备一个水杯，然后呢里面放上一个冰块，就是弄点水可以把它给冻住就可以了。然后呢把这个硬币我们给它放在里面，这样呢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我们出门的时候呢，把这个硬币呢，我们把它放在这个里面，然后把杯子放在冷冻这个里面，然后把它合住就可以了。当我们呢外出回来的时候呢，我们把这个拉开，然后看一下这个硬币的情况，就能知道家里面呢到底有没有停电。这个冰箱呢停了多长时间电，我们通过它就能很快知道它的问题了。首先我们看一下，家里如果没有停电的情况下，冰箱它是在一直制冷的情况下，这个冰呢它不会融化。然后呢通过这个硬币它如果一直在这个表面，就说明家里没有停电，它的制冷效果非常好，说明没有停电。像这些食物都是可以食用的。如果我们发现这个硬币呢在中间这部分了，就说明家里面停了一段时间电，有可能停了有2天的电。所以说呢一停电，冰箱这个冰呢它就会融化，然后这个硬币呢就会往下走。当走到这儿的时候，假如呢又来电了，它又开始制冷了，这个冰呢就又开始冻起来了，所以呢这个硬币它就会在这个中间的位置。假如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硬币如果它在这个底部的情况下，就说明这个冰箱断电断的时间比较长了，有可能断了3、4天、4、5天了。像这种情况里面的冷冻这些食物呢尽量都不要吃了，因为它们已经融化过了，然后呢又冻起来了，所以说吃这些食物是比较有危险性的。这个呢就是硬币放在冰箱里的重要作用。家里有没有停电，通过它就能快速的知道。所以呢为了家人的健康，朋友们在外出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在冰箱里面放一枚硬币。像我们家里的冰箱明明已经都清理干净了，
但是呢，还有一股非常难闻的味道。其实呢，像这种情况都是有3个隐藏的地方没有清理到位。首先，第一种呢，就是门上面这个门吸条，像这个里面啊，看一下，时间长了以后也会存留着很多的这种污垢、细菌。像这个时间长了的话，也会出现这个非常难闻的味道。遇到这种情况呢，首先呢，就是用一个牙刷给它清理一下，清理干净，然后呢，用个布条给它擦干净就可以了。第二种情况呢，就是看一下冰箱后面这个排水孔，它的作用呢是冰箱在使用的时候，这个冷凝水等它流下来以后，它是通过这个排水孔流出去的。如果它堵了以后，水到这儿之后流不出去，它就会淤到冰箱这个下边这一块，时间长了以后，这儿会储存很多的水，时间长了以后就产生很难闻的味道。这是第二种。然后它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如果这个排水孔管壁上面有脏东西了，时间长了以后也会出现非常难闻的味道。第三个地方呢，就是在冰箱后面打开这个盖之后，可以看到里面有个这样的接水盘，它的作用呢是可以把冰箱冷藏室的水啊从这儿排出来，然后流到这个接水盘里面。时间长了以后，这个里面呢就会产生很多的这种污垢污渍。看这个，时间长了以后会产生这样的脏东西。我这个呢是在前2个月清理过一次了。如果时间长了以后呢，这里面会有很多的污渍，包括一些水。当这个压缩机在工作的时候，它有50-60度的温度，它把这个温度呢，慢慢的就会把这个接水盘里边的水给它蒸发掉。蒸发掉的同时呢，里边一些脏东西，这个味道也会散发出来。然后呢，通过这个孔就会跑到冷藏室。所以呢，在清理的时候也要把这个接水盘给它清理一下。清理顺序呢是先清理这个排水孔，然后再清理接水盘。怎么判断排水孔有没有堵呢？首先呢，就是用点水，然后呢往这孔里面倒一点。如果这个水啊能够很快的流出去，没有往这储存，看一下都流出去了，像这种情况就说明啊这个排水孔没有堵。如果这个排水孔堵住了怎么办呢？其实呢就可以把冰箱的电拔掉，然后呢弄点就是60度的热水给它倒到这个里面去，让它把里边的脏东西冲出去，还有把里边的冰啊让它融化一下，慢慢的就可以把它给捅开。如果这种没有堵的情况呢，也可以啊，就是清理一下这个管道里面这个脏东西，可以找个这样的毛刷啊，或者呢找一个软点的这个电线，就这样给它捅进去也行，或者有这样的就是上面的小细钢丝也可以啊，这样给它捅一捅，清理一下管道这个周围里边的脏东西，给它清理一下。你看一下，这里面清出来很多的脏东西是吧？然后还是一样啊，给它多清理几下。清理的同时呢，然后再倒点水，把脏东西呢给它冲下去。这样清理一下，这个管道就清理干净了。到最后呢，再来清理这个接水盘，看一下这里边水非常的脏。然后呢，这个东西呢就这样抓住它往外一拔就可以拔掉。接点水，然后呢找个牙刷给它清理干净。清理干净以后，安装的时候呢，这个盘中间的位置让它对准压缩机上面这个槽，然后就这样对准好以后往上一推就安装好了。经过这样清理完以后，冰箱就没有异味了。一定要记住，以后呢就是每年清理一次这个排水孔，然后接水盘呢也需要每年给它清理一次。客户自己呢把这个冰已经处理干净了，刚处理完1天，看一下又开始结冰了就。如果再过个2-3天之后，这个抽屉的这个冰太多以后，这个抽屉根本就拉不出来了。像这种情况呢分为3种。第一种呢就是我们首先检查一下冰箱上面的冷藏室，看一下客户有没有把它给调到最高档。如果调到最高档的时候，时间长了以后，这个冰箱肯定要结冰的。一般正常1年4季给它调到4就可以了。第二种情况的检查方法就是我们拉一下冷冻室这个门，看一下它的吸力大不大。看这一台，轻轻的一拉，这个门就开了。像这种情况啊，一般的都是这个密封条的问题。这个密封条它的磁性变小了，变弱了，不能更好的吸在这个门框子上面。它不能更好的吸到上面去之后，这个周围一圈它就会密封性不好。密封性不好以后啊，它就会进到冷冻室空气，空气一遇冷的情况，它就会结冰。还有一种情况啊，就是比较少见一点，就是检查一下这个冷冻室周围这一圈，看看有没有腐蚀。有的一些啊，就是出现生锈腐蚀了，腐蚀以后呢，这个面就不平整了，
不平整，它就不能更好的贴合在一起，所以说它也会出现结冰的这种情况。这台冰箱经过我检查以后，发现是这一节，看到没有？有这么长的距离，大概有20公分这个距离。密封条呢是密封不严实，看一下这儿裂这么大的缝子是吧？再看一下下面这一块是没有问题的，密封的性挺好。它问题呢就是这儿密封不严。像这种问题，如果是局部一小块，可以用吹风机给它加热，然后就可以修复好它。像这个太严重了是吧？这么多，然后这个缝隙也比较大。看一下，我在里边放了个手机，然后看一下这个缝隙，看一下有多大是吧？太大了。所以说像这种情况呢，我们就需要把这个密封条给它摘下来给它处理一下。我们烧点热水，然后把这个密封条给它烫一下。烫完以后，这个密封条它就会磁性稍微变大一点。烫完以后，用毛巾给它擦干净，然后呢，再用吹风机给它吹干。把密封条装好以后，测试一下，看一下这个吸力怎么样，还是不行的。看看这一排溜直接又开了。这时候呢，我们需要再用吹风机给它加下热，要一个手推住，然后另外一个手给它加热。吹完以后啊，再来测试一下，看这个吸力怎么样。看这个吸力非常大，听这个声音，有吸和的声音是吧？这样密封起来就严实了。然后呢，再检查一下周围，如果有缝隙的地方，都要用吹风机给它加下热。现在周围一切都挺正常的，没问题了。最后呢，把这个冰箱上面这个冰给它处理干净，这个冰箱就修好了。